瑞星阿斯卡107 PHQ 开箱视频，万元价位的制品厂全能色星镜到底香不香？不得不说，瑞星阿斯卡107 PHQ 啊，它属于全能型选手。特别对于我从信达小黑直接升级的摄影新手而言啊，简直是从拖拉机直接坐上高铁的感觉哈。那瑞星制造的这一支色星镜107 PHQ 的目的，它是希望能够适用于所有用途，特别是简单又高效的色星与观星。而我希望实际拍摄千万不要翻车啊！第一，开箱。2月底，浙江嘉兴的瑞星工厂就已经发货，然后用了25天时间才途经广州、新加坡到墨尔本，最后才是阿德莱德，真的是物流快到伤不起。否则，这支视频就能在正式上市前录制完。瑞星的2层纸盒包装，加上精致铝箱，倒真不担心远隔重洋的长途旅行。其实，瑞星阿斯卡系列在澳洲销量非常好 ，FRA 400、500、600。在澳洲爱好者当中很流行，属于中高端望远镜的定位。不同于红彤彤的 FRA 系列107 PHQ， 作为阿斯卡第一支长焦比制品厂绿帽子的色星镜，瑞星给予它特殊的使命，希望能满足对星点有严格要求的资深玩家。不管是刚入门的小白，比如我，还是资深爱好者，都能够轻松上手使用它。并且保持瑞星一贯的高画质。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，不需要计算平场镜的后截距以及繁琐的连接，实在太友好。1毫米、2毫米的加垫片真的是很辛苦，弄得不好，边缘星点还变形。107 PHQ 简单到直接接上相机，多一个滤镜闸或者少一个接环都无所谓，只要能接上就能拍。只要合焦就是最佳拍摄状态，真的可以说是轻松搞定，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其他准备工作中。那么望远镜的全身啊，上下散发金属味道，包括这个饱受争议的绿帽子啊，它也是高质量的 CNC 金属加工，的确醒目到鹤立鸡群啊！不想想宾得。天文其实很早就绿了，金属调焦座针对天文摄影进行了优化，它可以承载高达8公斤的负荷，绝对不脱岗。调整范围非常大，它大约是95毫米。这数字的金属调焦座单卖就值1500。我之前为了小黑专门订了金属调焦座，就要1280块，行程负荷还没有这个大。手感巨好的铝箱里面还有一套 M48到 M86 4段可分离式拍摄连接管，怎么转接都方便。那么黑色的金属爆箍已经安装在望远镜上，要先松开，把塑料袋拆了才能用啊。不，既然绿了，为什么这个爆箍不能继续绿呢？一绿到底也是特色啊。同样绿油油的这个300毫米长的鸠尾板。很奇怪，它没有用宽的，因为 FIR 系列都是宽的啊。不过很适合我的信达 H1Q5 赤道1。不过你可以下单的时候让厂家选配绿色宽板啊。第二，上机测试啊，默认出厂装的是传统观测连接管，那么直接用107 PHQ 进行目视观测也是非常理想的选择。无论连接1.25寸还是2寸天顶镜或者各种目镜，都能轻松合焦，甚至超高倍观测行星也不在话下。不过我属于假天爱，只关注摄影，还不能理解目视的美好啊，还是换上这个3段连接管，因为用螺纹连接才能更好的保证准确性。看看如何更好的组装才能装上我这支QHY 268天文冷冻相机啊，这个也是我最近拍摄的主力，因为它自带平场镜，所以只要能接上就可以拍了。我尽量调整了 QHY 的后截距片，少用几片，然后把这个瑞星的 M54多功能滤镜闸给装上。我按照转接尼康单反镜头的后截距来组合，这样我可以方便的在广域星野和深空天体之间交换使用。如果你换其他需要考虑后截距的望远镜，就要不停的更换，
浪费时间不谈，主要累心。这样就装好了，所有转接环都通过螺纹旋紧。一开始我没想明白，还多用了一个接环。后来我测试尼康 Z7 的时候，发现还可以把这个 M54到 M848环给去掉，这样就更方便。顺便把EAF 电动调焦也给装上，调焦座的底部螺丝位很多，3分钟轻松搞定。加上导星镜和导星相机。上机测试，唯一的尴尬就是我订的这个鸠尾座啊，还在海运上飘着，没有办法装在爆箍上。还好这个300毫米的鸠尾板很长，我就把蓝盒子反装在了底下。那么还没有改皮带的信达 H1Q5推出可以伸缩的这个遮光罩啊，轻松调整好水平，接好所有的线，正式开始测试。第三，光学素质。那第一个目标就是整夜都在蓝天挂着的船底座，凭借749毫米的焦距和强大的相场修正，搭配这台2600万像素的 QHY 268C 天文冷冻相机进行深空拍摄时，天体的精细细节也可以轻松的捕捉到。设置是真移为0，偏移50，这个是 QHY 的技术支持给我的建议。曝光时间600秒，其实测试星点大小不应该用这么长的曝光时间，这对导星的考验很大。我使用瑞星 FMA180导星镜QHY 462C 导星相机，加上运行 Stellar Mate OS 的 QHY 蓝盒子，感觉算是蓝色全家桶。通过瑞星的 M54滤镜闸。安装羽龙的 L Extreme 双载滤镜，那依次我们完成自动对焦、设置目标天体 NGC 3372居中构图，然后开启 PHD2 导星，第一张600秒的预览效果就相当震撼，马上保存，然后用 FileZilla 把文件下载到苹果电脑上，用 Quick Fix 直接打开转存 JPEG， 看看边缘的星点，包括云气细节效果都太好，简直可以直接出图有兴趣的国内朋友可以通过百度网盘下载，墙外的观众可以通过 Google Drive 下载。你通过付费的 PI 或者免费的 Siri L的动态 PSF 工具，可以更科学地查看平均星点数据。2.97到2.98的半径真的很出色。再次强调，我从信达小黑穷折腾跃升到瑞星超级色星镜的幸福感。同样免费的 ASTAP 可以检测背景，数值也非常接近。最关键，我们来看看中心和四周的实际星点观感。9宫格代表了上中下左中右9个部分的星点，放大缩小，怎么看都是越看越喜欢。其实第一天的测试还有微微的云序列，我设置了10张600秒 Blink 筛选之后，只有6张可用，这就是经过 PI 跟 PS 协同处理后的最终效果。7级光污染的后院能拍成这样的作品，瑞星107 PHQ 功不可没。那第二天我继续用这套设备拍摄了班杰虾星云，你也可以在下载的原文件中看到 IC4628，也请你自己来测试一下星点。FITS 文件头可以看到所有的拍摄参数。我这里检测的星点半径是同样完美的3.01。第3天测试分成了2个阶段，先是用没有改机的 Z7。不加双载带滤镜来测试全画幅的相场，因为107 PHQ 支持全画幅44毫米影像圈，有很好的周围暗角控制。这里要先声明一下，我使用的是 M48的转接圈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拍出来的船底座原片有很轻微的暗角存在。瑞星告诉我，马上会有 Zico 的 M54转接环，这样就能彻底解决问题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通过拍摄平场，这点暗角轻松去除。我在国外人气最旺的 Cloudy Night 论坛下载了一张老外的全画幅测试 FITS 文件，也来看看同样细腻的星点和边缘。之后，我用了 ZWO 的2600MC 对107 PHQ 进行测试，选择目标是下半夜升起的猫爪星云，增益100，继续加双载滤镜抑制升起的月光和7级城市光污染。第4天计划去打野，想拍摄不用载带滤镜的一些常见天体，比如猎户座和马头星云等等。结果
40公里外的小山头，风大到无解，红盒子内置导星都飞到10x 以上，完全没法拍，只能灰溜溜的回家。不管是windy预报，还是我家里的实际情况，都是没有风的，真的是浪费一个完美的晴空。不过，对于很多人的开光定律，我的107 PHQ 开光测评已经运气好到爆，望远镜给力，天气也给力，完全不翻车。第四，实拍感受，真的好绿，真的好长。缩进状态是603毫米，伸长状态754毫米，不算很重。本体5.7公斤，加上爆箍全部在内，6.9公斤，比同价位的 FRA 656还轻了1公斤。自屏场设计让107 PHQ 在拍摄中具有很强的优势。千万别觉得国内建议零售价13800元贵，其实不需要购买额外的屏场镜就省不少。毕竟瑞星这个做工，这个光学素质，真的值这个钱。来看看澳洲零售价4229澳币，折合人民币2万元，还显示售完。只能说晴天率高的国家必须卖得贵，谁让他们天天有机会用？忘了说了，望远镜的有效口径107毫米，焦距749毫米，焦比 f7， 采用针对天文摄影优化的4片式全分离 APO 光学设计，其中2片1D玻璃保证良好的色差控制能力。最关键还是不要计算后截距。反正对我这种天文摄影新手真的太友好，也绝对能满足严格的资深玩家对星点的要求。在 Cloudy Night 论坛浏览相关主题，明显能感觉到老外的喜爱之情啊！当然，也可以去瑞星网站 www.askalens.com 了解更全面准确的数据。感谢过去1周给我各种指点的天爱们，正是他们让我快速进坑，飞速进步，光速花钱。再回头看看4个月前拍摄的第1张猎户座，只能说留着很有纪念意义。再次提醒，记得下载原文件自己对比，毕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细腻的星点必须放得大大的，才能感受到它的圆润。请记得给我点个赞，分享这支视频给你的朋友，不管是拍星星还是看星星，瑞星107 PHQ 都很香，很值得买。